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菠萝包。菠萝包的做法有好多种，对我来说，一个美味的菠萝包，除了面包本身松软之外，最关键的在于表皮是不是足够的酥脆。自然爆裂的菠萝纹表皮，掰开一口咬下去，酥脆的掉渣。首先，我们来做面团。搅拌盆里加入面粉、奶粉、糖、盐、酵母，然后再加入炼乳、鸡蛋液和水，低速搅拌2分钟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大家根据自家面粉的情况，适当增减水的分量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面团比较湿软，而且粘底。调成中速后，继续搅拌。为了让面筋更快的形成，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底部的面团，让面团得到充分的搅拌。一般甜面团都会比普通面团需要更长的搅拌时间，大约搅拌了9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形成粗膜，慢慢拉开会有一定的筋度，但继续拉开就会出现破洞。这时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，中速搅拌。加入了黄油的面团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黄油和面团容易粘在盆底和盆壁上，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。再继续搅拌，揉了9分钟左右，面团变得十分的光滑和有延展性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测试，向四周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不用手指捅破，不会轻易的拉破。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都是光滑的。一个揉好的面团，搅拌盆应该是干净的，手上也不沾面团，面团表面也是非常光滑的。把面团向底部折叠，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温暖的环境下醒发到2倍大。趁着发面，我们来做菠萝皮。先准备一点室温下软化的黄油，最佳的就是手按下去是软软的状态。先用刮刀将黄油刮均匀，倒入已经过了筛的糖粉。糖粉由于颗粒很细，能比细砂糖更好的与黄油融合。用刮刀不断的将糖粉和黄油这么搓，直到搓成非常顺滑的状态，完全看不到白色的糖粉颗粒。菠萝皮的做法非常的多，我试过不同的做法，发现这个配方材料简单又酥脆。倒入过了筛的低筋面粉、小苏打和泡打粉，用刮刀拌匀。如果室温不高，可以直接用手这么搓匀，效果更好，或者戴上手套搓成细小的颗粒。加入一点香草精华和蛋液，不要用力搅拌，拌成一个偏软的面团。如果室温太高的话，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面团，可以戴上手套或者开冷气，搓成长条形，包上保鲜膜，冷冻1个小时。面团发好了，醒好的面团从中间戳一个洞，看一下，如果不塌陷，就代表发酵的刚刚好。不需要揉面，分成10等份，每份大约50克。通过折叠和搓圆，把面团里的气泡挤压了出来，搓成一个表面光滑的圆形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菠萝皮的面团冷冻了1个小时，变得硬硬的，因为放在室温下很容易变软，可以放在冷藏柜里一会儿备用。取一份面团，光面朝下，如果用面板的话，记得要喷油防粘。用指关节不断的敲打排气，对折，再对折，然后3边角收口。滚圆，底部可以这么捏紧封口。
整形后的面团必须表面光滑，如果有裂痕，就会导致第二次发酵后面团开裂。把面团排列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烤盘是30乘以45厘米的，面团之间留足够的空间，可以让面团膨胀。放入烤箱里发酵，烤箱我设了35度，放了1碗热水，再用喷壶喷水，让湿度达到 75% 到 85% 之间。期间需要不断的喷壶喷水，保证这个湿度。这次发酵用了大约60分钟。发酵好的面团明显变大，轻飘飘的，轻轻按一下表面，面团很有弹性，就说明发酵好了。把烤箱预热到180度。菠萝皮面团硬的时候比较好切，分成10等份，每份25克。把一块面团夹在2张保鲜膜的中间，擀成比手掌大一点的圆形。之后的操作可以仔细看视频。把菠萝面皮扣在面团上就可以了。再做一个，做菠萝皮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如果室温超过20度的话，建议大家切成等份后放在冰箱里，做完一个皮再取一块面团，否则面团变软后很难操作。面皮要擀的大小适中，扣住面团的大部分，这样做出来的菠萝造型比较漂亮。面皮四周不能擀得太厚，否则也会影响造型的美观性。全部做完后，刷上一层全蛋液，如果喜欢上色比较深色的话，可以刷一层蛋黄液。放入烤箱中下层，180度烤至22分钟，大约烤了6分钟左右时，表皮已经轻微的开裂，之后就会继续的膨胀和上色。面包出炉后立即离开烤盘，放架子上放凉，稍微放凉后就可以尝一下这款菠萝包的酥脆了。真的是酥脆的掉渣，一口咬下去特别的脆香。面包本身也是又软又有嚼劲，第二天吃之前可以放入烤箱150度烤制几分钟，就可恢复刚出炉时的酥脆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